注意重点啊！都知道美国是以色列的好大儿，正常情况下，他国购买 F-35都是阉割版的外贸机，比如印度的正分战机也是阉割版的4代半战机，而美国的亲爹以色列手里绝对是如假包换的完美版 F-35。继印度4代半战机正分被吊打之后，欧洲神话跌落神坛，伊朗击落以色列 F-35完全体，全球神话也要跌落神坛吗？焚天烽火卷金帆，又离新亭骤雨残。若得和平无阉割，何须神迹满人间。同志们，还记得上个月印巴冲突时，歼10 C 引打下4架4代半战机正分战机的消息，从爆出到证实那可是让全球军民等得望眼欲穿。这剧情比悬疑大片还精彩。现如今军事圈又炸开了一个超级重磅炸弹，伊朗宣称击落2架以色列的 F-35战斗机。注意重点都知道美国是以色列的好大儿，正常情况下，他国购买 F-35都是阉割版的外贸机，比如印度的正分战机也是阉割版的4代半战机，而美国的亲爹以色列手里绝对是如假包换的完美版 F-35。所以这消息一出，全网都炸了锅，有人热血沸腾，有人连连摇头，说网上流传的图片都是 AI 拼凑，根本就不可信。这事儿到底是真的屠龙壮举，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军事魔幻剧？今天咱们就跟着高志凯博士一起拨开迷雾，深挖这场世纪空战背后的惊天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老五机，我是大钊。先给大伙唠这 F-35战斗机那可是美国军工的金字招牌，号称空中霸主、隐形王者，造价高达上亿美金，每一架都跟宝贝疙瘩似的。美国不仅自己大量装备，还出口到10几个盟友国家。而以色列拿到的 F-35更是顶级豪华版，跟美军自用的几乎一模一样，比其他国家买到的阉割版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在过去的军事宣传里 ，F-35那就是无敌的存在，像幽灵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别的国家的防空系统根本就拿它没办法，可现在伊朗却跳出来说把这空中霸主给揍下来2架。这就好比有人突然告诉你他在街上碰到了泰森，而且把泰森暴捶一顿，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打败，谁听了不得惊到下巴？说到这儿咱们就得聊聊这背后的错综复杂的局势。这段时间美国跟伊朗正就核问题进行谈判，双方你来我往，谈的那叫一个热闹。表面上看着风平浪静，甚至有点其乐融融的意思。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发动了不宣而战的军事袭击，这操作简直跟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如出一辙，都是趁着对方放松警惕搞突然袭击，打你个措手不及。以色列为啥选这个时候动手？这里面的门道可深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在正深陷泥潭，国内贪腐案缠身，法院的传票一张接着一张，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也对他虎视眈眈。他就像一个在悬崖边挣扎的人，为了保住自己政治小命，啥招都敢使。他心里盘算着，只要把以色列搅乱搅浑，国内的人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追究他的罪行。所以他就不惜把整个国家跟犹太人的利益当成了赌注，发动了这场战争，就是想以战自救。用老话说就是此人不惜挟国为治，以战执法，可谓狗尾续貂，人未救国先伤。从战争的性质来看，以色列这次完全站在了非正义的一方，为宣而战，违反了基本的国际准则，攻击别国主权，更是严重侵犯了伊朗的合法权益，还借着美伊和谈做掩护，发动袭击，这手段简直比背后捅刀子还过分。反观伊朗，面对以色列侵略，那是在捍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跟人民的生命安全，妥妥的正义之师。就像《论语》里说的，以直报怨。伊朗的反击不仅合理，而且合法，受到联合国宪章的保护，这是伊朗的权利，更是他的义务。咱们再把焦点拉回到伊朗击落 F-35这件事上，伊朗坚称击落2架 F-35，还俘虏了1名飞行员，甚至大方地展示了战机的残骸。但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有人说图片模糊，像是 AI 合的；有人说没有更多第三方证据，不可信。
这就跟当年印巴冲突中歼十 C 击落阵风战机的情况太像了。一开始消息传出来，也是各种质疑声不断，经过很长的时间，证据才一点点浮出水面，才最终得到证实。那这次伊朗击落 F-35会不会也经历这样一个从质疑到证实的过程？伊朗方面说，他已经击落了以色列军方的2架 F-35战斗机，这将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用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核问题的谈判作为掩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了逃避法律对他的追诉，他不惜把以色列、把犹太人的利益拖到沟里去，他也要用这场战争来救自己的政治生涯。以色列方面当然希望能够拖住美国了，甚至把美国真的拖到这场战争中。特朗普总统很有可能不会所谓的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他很有可能见好就收。现在很清楚，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是不宣而战的军事袭击，这一点呢，特别像1941年日本对美国珍珠港发动的军事袭击。现在有人在网上说，哎呀，伊朗已经给打趴下了，以色列已经消灭了伊朗方面的很多的军政领导人。大家听我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伊朗目前正在跟美国进行核方案的会谈，而且一直在谈，谈的甚至有点不亦乐乎。这一点以色列知道吗？肯定知道。以色列跟美国通气吗？肯定通气。所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突袭，是用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核问题的谈判作为掩护。就这次以色列发动的军事战争来说，以色列是非正义方，伊朗是正义方。以色列已经违反了好几条红线，相反，伊朗是属于正义方。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针对的是以色列对伊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的安全、人民的生死存亡进行了这样的攻击，所以呢，这一次伊朗站在正义这一方。所以伊朗现在有权对以色列进行各种各样的还击，而且这种还击在法律上都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呢，都是受到联合国宪章的保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伊朗方面说，他已经击落了以色列军方的2架 F-35战斗机，而且俘获了一个以色列的飞行员，而且还展示了被伊朗方面击落的 F-35战斗机。当然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核实，但是请允许我强调一下，如果这次伊朗真的击落了1架或者2架，或者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以色列军方的 F-35战斗机的话，这将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美国方面声称他生产的 F-35战斗机是隐形战斗机，谁也看不见，无法对它进行进攻，无法击落它。另外一个，美国向世界好多国家都出口了 F-35战斗机，但是请大家听我说，美国出口给以色列的 F-35战斗机几乎100%就是跟美国自己用的 F-35战斗机一样的，而美国出口给其他国家的 F-35战斗机，它总会动一些手脚呀，降低一些这个功能等等。所以如果这次伊朗真的击落了以色列空军的 F-35战斗机的话，它不仅会让以色列倒吸一口冷气，它还会让美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为什么呢？就 F-35战斗机的遮羞布，如果真的 F-35战斗机被伊朗击落的话，就被大风刮到山外天外去了，这将改变当今世纪的力量平衡。我们假设这次伊朗真的把以色列的 F-35战斗机击落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伊朗怎么有能力击落？他用的是什么手段？这些手段、这些设备谁提供的？是伊朗自己生产的，还是与其他国家合作的？那这一来的话，如果伊朗有能力击落2架以色列的 F-35战斗机，
他还有什么战斗机不能够击落呢？以色列凭着所谓的偷袭，对伊朗进行了狂轰滥炸。如果他现在知道，哇，自己的战斗机不再是隐形的了，他有可能就暴露在伊朗的还击手段面前的话，他会不会改变以色列的战争行为？另外，以色列这么几十年老是吹嘘他有铁穹，就是说他有本事把从外边打过来的导弹啊、炮弹啊等等给击落。这次大家看到了没有？当伊朗宣布他要报复的时候，伊朗已经发动了好多次导弹袭击，而且呢，在以色列很多地方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乃至于以色列方面已经把总理的专机逃逸了，飞到希腊去藏起来了，连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匆匆地赶上了自己的专机，逃跑了。他跑哪儿去了？他藏起来了。很有可能他现在已经不在以色列境内了，他是跑到海外去指挥这场战争了。这就表明以色列的铁穹根本就没有发挥所谓的作用。以色列方面当然希望能够拖住美国了，甚至把美国真的拖到这场战争中。但是根据我对特朗普总统的判断啊，他如果觉得这次以色列打伊朗很容易就把伊朗给打趴下了，他可能就会趁势进来捞一个便宜。他如果觉得这次以色列打伊朗很困难啊，这个果子不好吃啊，然后呢做出了很多的牺牲啊，蒙受了很多的成本啊，大家听我说，特朗普总统很有可能不会所谓的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他很有可能见好就收啊。所以最后还真的有可能是以色列跟伊朗真的在这儿进行这场战争。那么你想想看，伊朗方面有9000多万人口，面积有160多万平方公里，而以色列这么一个弹丸之地才那么1000万人口，他怎么能够长时期的打下去这场战争？另外一个，以色列现在说他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制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实际上谁都知道，以色列早就违法了，他早就拥有核武器了，他甚至好几次声称要用核武器解决他周边邻国的一些问题。他有什么资格说我可以违法拥有核武器，而伊朗没有理由去搞核武器呢？另外，伊朗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一直说我没有搞核武器啊，我搞的是和平利用核能啊等等。那你以色列有什么权利悍然的单方面的不宣而战的发动战争去攻击伊朗，打击伊朗，杀害伊朗的军政领导人，而且呢悍然的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攻击呢？这是再三的违反了国际法，再三的犯下了战争罪行啊！现在以色列方面不仅在战场上对伊朗不宣而战，而且以色列的方方面面的势力已经发动了一场全世界范围的舆论战，他一定要通过这个舆论战在伊朗造成颜色革命，分崩离析，推翻县政府等等等等。实际上呢，你仔细的想想看的话，这是以色列政府的一种卑鄙的嘴脸。为什么呢？他实际上是想方方面面一起上来把伊朗给砸垮了，把伊朗给彻底的打垮了，就有点像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把叙利亚给推翻了，把其他的一些地方都给铲除了等等。但是这次伊朗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很强有力的对手。我始终觉得以色列有权利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但是以色列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不能够采取侵略其他国家，对其他国家发动不宣而战的非正义战争为先决条件呀。所以啊，以色列为什么这么干？大家听我说，绝对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了逃避，一个是以色列国内法律对他的追诉，一个是
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对他的追属所采取的最卑鄙的手段。他不惜把以色列、把犹太人的利益拖到沟里去，他也要用这场战争来救自己的政治生涯。高志凯博士分析从整个局势来看，伊朗击落 F-35有很大的可能性。伊朗可不是大家想象的军事弱国，这些年他一直在默默发展自己军事技术，尤其是在防空领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跟财力。伊朗拥有自主研发的先进防空系统，比如信仰373防空系统，经过多年的改进跟实战检验，性能不容小觑。而且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候，伊朗也有可能获得一些国家的支持跟帮助，不管是技术上的还是情报上的，这些都为伊朗击落 F-35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假设伊朗真的成功击落了 F-35那产生的影响可就大了，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军事格局。首先美国的军事神话将被打破。F-35一直是美国军事技术优势的象征，是美国向全世界推销的王牌产品。一旦 F-35被证明并非不可战胜，美国的军工产业将遭受重创。那些购买了 F-35的国家心里肯定会犯嘀咕，这花大价钱买来的战机到底还靠不靠谱？其次以色列也将遭到沉重的打击。一直以来，以色列凭借先进的军事装备在中东地区横行霸道， F-35更是它的空中王牌。要是连 F-35都能被伊朗击落，以后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之中可得好好掂量掂量自己实力。最后全球军火市场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冲击。F-35要真有这么容易被击落，那其他国家在购买武器装备的时候肯定会更加谨慎，这对全球军事贸易的影响不可估量。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美国在这场冲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色列肯定是希望把美国拉下水，让美国直接参战，给自己撑腰。但美国也不是冤大头呀，尤其是特朗普，他可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不做无本的买卖，一切决策都以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如果他觉得以色列能轻松打赢伊朗，那他可能会趁机捞一笔好处。可要是发现这仗不好打，以色列付出了巨大代价还占不到便宜，那他很可能会见好就收，把以色列晾在一边。毕竟美国也未必会为了以色列的利益把自己卷入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这场以伊冲突表面是两个国家的战争，实际上是多方利益的博弈。以色列的冒险行为不仅把自己推向了危险的边缘，也让整个中东地区陷入了动荡。而伊朗的反击不仅是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更是在向全世界证明他不是任何人欺负的对象。作为普通观众，我们虽然无法直接影响战争的走向，但我们可以保持理性跟客观，不被片面的消息误导。关注国际局势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伊朗击落 F-35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是一场改写历史的军事奇迹，还是一个尚未被戳破的军事传说？就像当年印巴冲突的真相最终水落石出一样，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证据会浮出水面，答案也会逐渐清晰。希望这场战争能早日结束，让中东地区的人民不再遭受战火的折磨。也希望各国领导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毕竟止戈为武跟和平才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关注我们，一起见证这场世纪冲突的后续发展。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点赞订阅不迷路，下期再见。